第22章拿下。从宝安到龙华，我催苏雪娇加速。苏雪娇脸煞白，道：我他妈终于知道你们这公司咋能壮阳了，他妈的命都不要了，就为了跑一个单。我没有时间理会他，我在电话里跟马从静骂街呢。他妈的，我是什么？我在路上就要跑1个小时，过去半个小时不到能搞定签单。再说了，我本来就没卖过域名，你这不是逼宫牛下宰吗？马从静道：是你让我去找周光华的，你以为姓周是省油的灯，你拿到他的好处就必须要证明你值得，要不然他凭什么拉你一把？你以为人家商务总监是白捡来的吗？我长吐了一口气，心里乱糟糟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道：老马，吵也没用了，你跟我讲个方法吧。马从静道：有个屁方法，你就只能按照你上次和老唐签的那个域名单走。反正你进客户公司之前给我发个信息，我会在中途给你打1到2个电话，能成就成，成了你这个月命不该绝，不成的话就拉倒。我啪一下直接把电话挂了。我觉得再跟马从静争也没用了，现在就是赌命了。ZXR 不用讲，这个单是周光华那边透露出来的，肯定是其他部门的单。这个时候很可能有人已经在路上往龙华赶了，别的部门能够抢8部的单，用的方法估计大同小异。现在马从静要让我给还回去呢，你能做初1，我就能做15，这个单说不定就是3部新鲜出炉的单。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，我已经看到3和5金厂的厂房招牌了，我感觉自己肾上腺素急速的分泌，就这一瞬间，我血液都沸腾起来了。我要拿下这张单，这是我脑子里当时唯一的念头。我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，刚刚路上耗费了1个小时10分钟。按照马从静的说法，我只有20分钟时间。我让苏雪娇把车停在厂门口，我拎着包一路直奔厂房办公区。门口的保安被我整懵逼了，意识到我没登记，小伙追在我后面赶，别追我了，我找梁总有急事。小伙好身手，硬是没有追上我。3和5金基本信息我没有，只知道老板姓梁，我就直接奔他们老总的办公室。老板梁坤正在看公司文件呢。梁坤年龄50上下，穿着一套西服，看上去很儒雅。我冲进去道：是梁总吗？我是博越科技的小陈。我一屁股坐在他面前，一个字都不说，直接把合同拿出来开始填抬头。你们一共注册几个关键字？3和5金肯定要。然后我在他桌上看到了名片盒，我拿了一张名片，直接翻到背面看他的主营业务，然后直接把主营业务的几个关键词填在了合同上。梁坤盯着我，明显被我这一套给整懵了。我把合同填了，道：梁总，把字签了，很急，就你们这个行业，中山小榄那边抢注的特别厉害。我来的路上已经接到几个电话，让我放关键词了。我们先把合同定了，详情我后面再跟你讲。我那一刻像是有神仙助力一般，我从来没有卖过域名，上此次百利鞋业的单子是老唐的突然爆发，但是今天我奇迹般的进入了状态，把这种紧张的感觉凸显到了极致。梁坤也搞得很紧张了，但是看得出来他是很慎重的人。他把我的合同拿过去，划掉了一大串，最后自己写了5个关键词，就这5个，我只要这5个，只要5个嘛。我当时很想好好发挥一下，来一番激情洋溢的演讲，让对方再加几个关键词，但是这个念头我只在脑海里面闪一下，立马放弃了。现在没有时间了，这个单的价值不在于业绩的多寡，而在于能不能骑人家的脸签单，扭转8部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。我把5个域名重新填了合同，梁坤拿在手中却不急于签字，我急得汗都掉下来了。我很明白，域名的销售关键就是短平快，必须是激情营销。如果当时单子签不下来，后续再签单难度非常的大，更何况我现在是在骑脸签单，我没有时间浪费。就在这时候，马从静的电话终于来了。我一接电话，直接道：快帮我查一下关键词，看能不能注册。我把梁坤给的5个关键词逐一报了出来。其实这就是个过场，马从静肯定也不会查，他甚至在电话那头一句话没说。我用1分钟把电话打完，挂了电话。我把梁坤的那个合同拿了过来，顺手把他选的一个关键词直接划掉。对不起梁总，这个关键词刚刚被中山一家公司抢注了，我们公司想保都保不住，现在我们只能用最快的速度抢剩下的4个。梁宽愣了一下，终于没等了，刷刷把名字签了。我拿着合同直接拿钱，并没有给梁坤多解释，原因很简单，我必须马上要把这合同先履行，跟时间赛跑呢。我走出3和5金厂的时候，抬手看了看表，这个单我一共只花12分钟就搞定。我钻进苏雪娇的科鲁兹，气喘吁吁，心跳还停不下来。我回想刚才这个签单的过程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迸发出那样的激情和状态来，那种感觉不能用言语描述，只觉得自己似乎无所不能，能够掌控一切。而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我，在3个月之前还是东莞工厂里老实巴交的小工程师。我就坐在苏雪娇的车里面，看到了2个人从公车上下来，这2个人我都认识，其中一个正是我这个月的直接对手温小兵。
另外一个兄弟则是3部的萧公陈平。我看到他们走到了3和5金厂的门口，开始和保安交涉。我心中忽然一动，从手提袋里掏出公司的通讯录，直接拨通了温小兵的电话。温小兵正在登记呢，他接电话道：“您好，哪一位？”我道：“我是陈兵，温工，3和5金厂你们就别去了，他们的域名我拿下了。”空气一瞬间凝固，然后我看到温小兵像是被斑毛蛰了一般，跳着脚把手中的签字笔扔掉了，然后他回头开始满大街的找人。我坐在苏雪娇的车里面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我能有一辆豪华的轿车做庇护。04年雪佛兰算好车了，所以他徒劳无功，找不到我。